由权威的媒体报道整理总结而成。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赞扬普京，对乌克兰只字未提。NY Times。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将考验中国愿意在乌克兰战争中充当多大的潜在和平调解人。中国政府将习近平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视为和平之旅，试图提升他作为全球政治家的形象。上个月，中国发布了一个广泛的12点框架，试图结束乌克兰的战斗。中国官员将这一努力描述为习近平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的一部分，但中国的12点计划及其安全倡议都没有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提供具体答案。西方领导人普遍对中国的言论持怀疑态度。习近平似乎不太可能冒险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可能使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举措。虽然中国领导人试图与普京的入侵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也强调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宝贵的合作伙伴。这次会谈可能是自习近平10年前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两人举行的40次会议中最受关注的一次。普京正试图抓住乌克兰的势头。此前随着战争拖入第14个月，前线经历了一个小而缓慢和血腥的冬天。习近平周一在俄罗斯政府官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强调了这些优先事项。他主要赞扬了中俄关系，重点是习近平对普京的崇拜，只用了一段话来描述乌克兰战争。如今，俄中关系实际上代表了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基石，普京写道。他电报了俄罗斯对习近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的回应。当时莫斯科和基辅似乎更专注于实现战场收益，而不是考虑和平谈判。他写道，莫斯科对战争的政治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乌克兰和西方对考虑到普遍的地缘政治现实的谈判不感兴趣。瑞信收购央行行动平息紧张的市场。路透社。周日，瑞银同意在瑞士支持的收购中为瑞士信贷支付30亿瑞士法郎 32.3 亿美元，旨在避免进一步的全球银行业危机，其中蔓延仍然是分析师关注的问题。该计划遵循一系列央行骚动，旨在通过向金融体系注入货币来增强流动性，以避免信心损失加速。然而，尽管瑞士银行联姻在监管机构介入以防止瑞士信贷事件升级为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最大的银行业崩溃之一之前，灾难性的崩溃是一个可信的担忧。美国银行业仍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几只主要银行股面临压力，尽管存款的稳定抑制了资金外流。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正计划重新启动矽谷银行 SIVB 的出售流程，并可能根据内部人士的说法设想拆分贷款人。尽管投资者担心，但瑞士央行表示，这笔交易在财务上具有吸引力，包括为瑞银和瑞士信贷提供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援助。展望未来，政策制定者将希望这种银行业稳定能够继续下去，各国央行将继续面临进一步的难题，即金融稳定多少才算太多。这凸显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中央政府支持的监管措施的重要性。瑞银首席执行官警告员工，瑞士信贷仍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彭博社。瑞银首席执行官拉尔夫·哈默斯 Ralph Hammers 警告员工，在收购交易完成之前，不要与同行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的员工讨论业务。瑞银在瑞士政府的参与下为瑞士信贷支付了30亿法郎 33亿美元。瑞银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 Colm Kelleher 将其描述为紧急救援交易。瑞银认为，这笔交易将特别有助于他们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增长愿望，如果可能的话，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瑞银 UBS 该地区银行行长 Edmund KLH 表示，这笔交易对瑞银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高盛准备为被消灭的瑞士信贷债务进行索赔交易。彭博社。高盛 Goldman Sachs 的交易员正准备对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进行索赔交易。此前这家瑞士银行的收购使该银行额外的一级债券减少了约160亿瑞士法郎 173亿美元。希望购买上述此类债权的投资者将押注他们最终将通过诉讼收回债券的部分价值。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债务投资者批评 FINMA 对债务损失的全面减记反应，因为瑞士信贷的股东将在瑞银集团收购该银行时获得30亿瑞士法郎 32.5 亿美元。中国大使说，中俄关系对世界很重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访问俄罗斯之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强调了在全球动荡时期两国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张强调，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有所增加，包括人民币结算的交易增加，中国进口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机电产品出口，包括汽车零部件的增长。他补充说，全年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将继续增长，并强调了良好的开端。2021年前2个月贸易数据同比增长 25.9% 至337亿美元。尽管有这样的经济合作，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战争罪指控之后进行的，可能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密切关注。西方列强渴望看看习近平是否会提出与乌克兰谈判的建议。普京赞扬中国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愿望。DW，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访问俄罗斯3天，他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突破，同时试图将中国定位为和平缔造者。据说北京提出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反映了全球观点，有助于消除危机的后果。然而，普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包括承认吞并克里米亚是违反国际法的。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的同时，上合组织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地区安全联盟正在乌法举行，可能会讨论时事，要求习主席对乌克兰进行外交处理。特别是由于中国习惯性的对乌克兰危机发表评论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对北京来说远比卷入乌克兰冲突重要得多。预计本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会谈将为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整个双边合作提供新的强大推动力。各国司法部长在通缉普京后在伦敦举行会议，为国际刑事法院提供支援。路透社，来自世界各地的司法部长齐聚伦敦，讨论在国际刑事法院 ICC 以战争罪为由发出逮捕令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措施。国际刑事法院指责普京非法将数百名儿童驱逐出乌克兰。国际刑事法院在俄罗斯不被承认，俄罗斯是支援他的许多国家之一。国际刑事法院依靠各国来执行其决定，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英国最近向国际刑事法院承诺100万英镑 1.21万美元，将与荷兰共同主办会议。会议的资金将用于培训调查人员，以审查被指控的战争罪，并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和实际支援。台湾芯片出口到中国紧张局势和需求下降。彭博社，台湾2月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机体电路晶片出口连续第4个月下降，较2020年同月下降 31.3%。需求下降之际，北京正在推动开发自己的先进技术，华盛顿通过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晶圆制造机械来阻止中国这样做。双方的言论仍然咄咄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抨击美国阻碍技术进步的努力，敦促该国的私营部门帮助中国克服其他大国的遏制。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华盛顿将保卫台湾，这些言论激怒了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尖端晶圆生产国，需求一直很高，直到最近才迅速降温。英国房地产市场在迷你预算利率标升后企稳。路透社，根据在线房地产市场 Rightmove 的一项调查，英国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似乎正在稳定。3月份价格的月度上涨意味着该期间待售物业的平均价值自2月份以来没有变化，当时要价下降了 0.8%。英国房地产市场受到一系列加息以遏制通胀的打击，2月份通胀达到 10.3% 的峰值，这是40多年来的最高通胀水准。日本岸田希望说服印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彭博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试图说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明天会晤是寻求更积极的作用，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此举可能会给莫迪带来压力，要求他在7国集团 G7 和20国集团 G20 的决心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与美国和俄罗斯结盟，作为关键的能源供应国和武器制造商。G7 是 G20 的所有成员都强调支持乌克兰，并希望领导更广泛地反对该国，但此举也将损害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 G20 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进口大量俄罗斯石油。岸田将出席莫迪与日本领导人的首次首相峰会，该峰会定于11月14日和15日在东京举行。预计日本首相还将在明天的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上公布一项针对印太国家对抗中国的新倡议，此举更有可能得到印度政府的青睐。谢谢收看欧洲简报。